欢迎大家来到拉风文化超凡脱口秀团建的录制现场。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3位队长和嘉宾登场。第一位出场的是观众投的队的队长孙柳。第二位是哪儿都有梗队的队长浩。还有我们4期都队的队长47。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陈艺佳女士。还有欢迎我们3位队员。现场限时创作，3位队长轮流上场表演，接受现场观众投票。得票最高的队长将为所在队伍争取额外的10分钟的创作时间，并决定3支队伍出场顺序。6名队员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内容创作，依次上场表演，接受现场观众投票。投票得分前3名获得晋级总决赛的资格，得分后3名即被淘汰。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个返场演出。首先邀请的是来自纽约的电影迷熊猫。好。我觉得真的，我就2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交朋友，对吧？第二个就是讲我自己想讲的东西。我就感觉最起码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就完成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熊猫。今天呢，跟大家聊聊我的精神状况啊。我是去年正式确诊了 ADHD， 中文名叫注意力缺乏症啊，也叫多动症。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我已经32岁了，就是别的人32岁是吧？混得好的，资产过亿；混得差的，还在抽 H1B。我多动症，就感觉像是一个4岁小孩啊，确诊前列腺增生一样。确诊以后，我的心情真的很沉重啊！我就打电话跟我妈说啊，然后我妈居然一点都不吃惊，她说：“哦，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过，你没注意听。ADHD 有很多症状啊，跟大家不太了解的朋友说一下，就是它比如容易分心啊，做事没有规划，没有条理啊。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很穷。因为这个病 ADHD 的 AD 啊，英文是 Attention Deficit 啊，就是注意力亏空。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才来说脱口秀。因为我只要上了台，观众们就会 pay attention to me。这个诊断的过程是写了一个2个小时的量表啊，然后诊断以后呢，医生就给我开了药啊，叫 Adderall。其实现在在美国是一个非常短缺的药，因为 ADHD 呢是美国国民疾病。好不容易拿到这个药啊，打开说明书一看，本药啊主治多动症、嗜睡症，就感觉这2个东西难道不是矛盾的吗？就是既能治又能治。然后呢，这个药每次只能开1个月的量啊，因为是管制药物，所以说我每个月1号我都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把我家附近60个药房的地址列出来，然后再记下来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啊、服务态度，还有药物的存量。当然了，如果有这个计划能力，我干嘛还要吃药呢？所以这个计划呢，现在只在我的 To Do List 上。开玩笑，我怎么会有 To Do List 呢？然后医生说很多伟大的人物啊都有 ADHD， 比如说 Bill Gates， 我是32岁正式确诊为止。然后他还说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人物啊，他们都有各种精神疾病，不光是 ADHD 啊，比如说有一种精神障碍叫 NPD 啊，就自恋型人格障碍，代表人物是 Elon Musk。还有一种精神疾病叫 BPD 啊，边缘型人格障碍，代表人物小甜甜布兰妮。然后我就突然明白了，哦，原来我们亚裔父母都在迫使我们做什么读什么啊 JD、MD、PhD 啊。在美国，真正能混得开的得是 BPD、NPD、ADHD。真的，而且现在好像所有的人啊，哪怕古人都会被诊断出来各种心理问题啊。那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条帖子说，啊，心理医生告诉你为什么说唐僧是回避型依恋。说这个唐僧去西天取经，就是为了逃避他的原生家庭。我说他应该是逃避他原生朝廷吧。
然后还说唐僧啊，说这个 PUA 女儿国国王啊，他说这我要是唐僧，我先取了他的狗头。真的，但是唐僧有没有心理问题我不知道，但是另外一个唐朝人啊，李白绝对有。咱们就拿一首诗，那首诗叫《赠汪伦》啊，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个画面啊，这就是 ADHD。你上船就上船，对吧？你上个船，哎，是谁在唱歌？哎呀，寂寞了，哎呀，想汪伦了，哎，汪伦。哎，这个水是多深呢？有人量过吗？这个水，这个桃花潭有多深呢？太奇怪了，对吧？真的，而且啊，这首诗第一句“李白乘舟将欲行”，太自恋了，对吧？肯定是 NPD， 谁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到诗里面？而且我怀疑，以李白的性格，这肯定不是他原文，他原文肯定是“老子乘舟将欲行”，啊，只不过因为太不和谐，被出版社编辑给改了。好，今天就这样，谢谢大家。OK， 感谢熊猫。大家如果来到我们纽约拉风喜剧，经常会看到我们熊猫的演出，掌声再次送给他。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返场演出嘉宾是西雅图高质量男性Sawyer，有请Sawyer出场。挺遗憾的，但是也有意料之中吧。但我没想到票这么低，我以为那个什么70%多很有脸面的被淘汰也行。我好气啊！大家好，我是Sawyer，来自西雅图。说好听点，我们是返场演员，其实我们是昨天被淘汰的演员。对，我们就像是那个你们在看 YouTube 的时候中间跳出来的广告一样，你们比不过我们的啊。你们孤独吗？我感觉我好孤独啊，我好想交朋友啊。而我感觉这个年纪不光是交女朋友，交朋友都非常的困难，知道吧？我那天在我家那个连我的蓝牙音箱的时候，我蓝牙音箱说 ready to connect，I was like oh my god me too。我现在真的很想交朋友，我现在每次去厕所小便的时候都只选中间的那个位置。Oh my god ready to connect。我现在每次坐飞机都只选中间的位置 ，ready to connect。而我现在每次都去给别人的 Vimo 转账记录点赞 ，ready to connect。因为我觉得在国外，就是尤其上班之后找朋友，其实是件挺难的事儿。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新疆人。今天在场的观众有新疆来的朋友吗？一个没有。不是说纽约都比较 diverse 吗？我每次特别羡慕大家一块聚会的时候，就是找自己老乡的那个过程。你就比如说，他说哦我是广东的，旁边说啊我也是，我是山东的啊我也是我也是。我每次说我是新疆的，哦真的吗？这说什么意思？到我这成真心话大冒险了是吗？你们这些中原人呀，就总会对我们新疆人有一些刻板印象，知道吗？我上次有个山东朋友，他就问我说：“啊，你长得也不像新疆人呀。”然后我就解释到：“啊，你说的那个是维吾尔族。”然后他说：“汉语还说得这么好。”然后后来他就问我说：“你们新疆人是不是都会跳舞啊？”然后我就特别不解，我说：“那你们山东人是不是都会开挖掘机啊？”他说：“是啊。”我说，还是会一点的。还有人就是问说，你们新疆是不是遍地都是迪丽热巴呀？就新疆都是帅哥美女的这个刻板印象，大家从我这个长相也能看出来，他确实是真的。那后来就问的这些刻板印象的问题问多了，然后我就开始胡说，就开始发疯了。别人问我说：“你们新疆有飞机吗？”然后我就特别懒得解释，我就说：“哦，好朋友，飞机没有的，我们都是骑着小毛驴上学的呢。大家都叫我聪明的阿凡提。”听懂这个梗至少得30岁以上了。所以当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碰到这些 racist 的，我就说这也太亲切了吧，这不就是美国的中原人吗？
然后后来呢，为了交朋友，我就开始到处找搭子，然后就是去加各种微信群。给大家那个 confess 一下，我有一个爱好，就是偷看别人陌生人的头像。真的，世界上还有比看陌生人头像更有意思的事儿吗？但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拍一拍这个功能到现在还存在？真的，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拍到陌生人头像更可怕的事儿吗？我每次看别人头像的时候，都感觉我在拆炸弹一样，你知道吗？但凡我只要一走神儿，我一定会手抖拍到别人头像，而一定是在那种500人的大群里面，非常尴尬。这种感觉就像是你本来想偷偷放一个闷屁，但结果放出了声儿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拍错别人，我还会道歉。我在群里我说啊，对不起，手滑了。但道完歉我就觉得不对呀，本来没有人知道骚扰是哪个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是哪个骚扰在偷看美女头像，所以我就觉得下次你就不要道歉了，你就直接退群就好了。最过分的是就是那种你点开头像以后转了几圈，然后发现那个头像变成了一只猫。这是什么？烽火戏之男吗？那个微信群还有个功能就是约饭，我有时候会找一些陌生朋友，大家去约饭。就有时候朋友会发一些去那种高档餐厅啊，大家去探店什么的。然后我之前就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当时想的说，哦，这么好的餐厅，至少应该有几个女生吧。结果我发现其他男生也是这么想的。就我进群以后，7个人全是男的，第2天退了4个。就是告诉各位兄弟们，你们不要跟自己的兄弟们一块儿去吃这么高档的餐厅，氛围感非常的好，氛围非常的暧昧，你知道吗？而且特别尴尬。当我们那天去了之后，服务员还在问我们说：“哦 ，What are we celebrating today？” I was like, "It's a double date." 那场饭吃的非常的安静，吃完一句话都没说。微信还有一个功能，我现在特别讨厌，就是我现在特别不喜欢不回消息的人，我就很不能理解。上一次我跟一个女生吃完饭之后，出于礼貌，我就给她发了一个，我说啊，今天过得很开心，然后1条回复都没有收到，真的，我就不能理解，她明明也过得很开心，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是真的你不喜欢一个男生，请跟他直说，知道吗？因为直男的自信是不会觉得你不回复是代表不喜欢的，我们只会单纯会觉得说，女人你在玩火。好，今天就讲到这，谢谢大家。OK， 感谢骚友。感谢2位返场选手的精彩演出。那么接下来我们下半场的比赛正式开始。有请我们第4位选手，他就是来自观众投的队小飞。我觉得可以跟你们的人设比较相关，因为你要竞选总统的话，你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你适合做这件事情。小飞这个北京人的人设。哦，对啊，我可以啊，对，我可以用这个，我有一套，有半截关于一些北京人的一些，比如说他说话的习惯什么之类的东西。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生硬了？就是直接讲的话，那要不还是先说说自己，比如说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美国总统，然后再转到北京人这一边，因为从自己过渡会比直接说我是北京人怎么样会好一些，我觉得。上台是不是可以加一点这种类似的东西？对，我就想讲，一个是这个怎么说这个长相像的这个事儿，另外一个是这个怎么把这个胡同口的大爷关联到美国海关这个方向。有请小飞登场。朋友们，大家好吗？这是小飞。音乐脱口秀哈，前面3个人太炸了，炸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还竞选总统呢，我根本不可能啊！所以现在我宣布我要竞选副总统。哎，真的，这因为真的，我觉得我的这个人格就不适合当总统。那个大佬都是什么 INTP、ESFJ， 我的人格是 ESFP。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 ESFP 是谁吗？张飞。
个小红书上说 ESFP 的这个性格特点有什么？是急躁，没有深度啊，容易受他人影响。张辉在历史上一共有3句名人名言都印证了这一点，是大哥说的对，二哥说的对，和俺也一样。但我觉得我这样还是太片面了，你知道，就不能通过一个人来判断这个人格。我去搜还有什么其他人，吕布、八戒、西门庆。我觉得小红书说的不对 ，ESFP 的人格特点只有2个字，就是好色。今天是这个题目是给我们让我们即兴创作，我说根本写不出来。我队长还安慰我说：“啊，你不是参加过高考吗？50分钟写800字，这不是很容易的吗？”我说：“但我是北京人啊，我高考作文我只用写400个字啊，都是儿啊。”就我都不是跟你吹，就在我的作文里头，连他妈莎士比亚都是精神北京人啊！怎么说啊？竞选还是不竞选？This is a question 而且你让一个北京人当总统，怎么想的这个事儿呢？你知道上一个当这么大官的人是谁吗？啊，是溥仪。他好像溥仪，他长得像溥仪。我队长跟我说，就看你这个打扮。你这是确实有点帝王之相了呀！而且你说怎么说？你说北京大总统，你听着这管理一个国家，你感觉最多管理一个胡同啊，就一个大爷坐在门口，在那翘着二郎腿，在那看一个外人一来，你谁呀你？干嘛的呀？你身份开头是110吗？哎，旁边爬墙那个人给我下来！这些确实是一些当总统的潜质啊，当总统的技能啊，就有一些管理这个墙的经验了已经。但我觉得北京人当总统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这个北京话呀，有点太不严肃了。你有没有听过老北京祷告？有没有听过老北京婚礼？有没有听过老北京祭天？啊，那个老哥往那儿一站，苍天啊，地道啊，你感觉他待会儿啪洒的那个都不是酒。那么是一碗豆汁儿，这老天爷能满意吗？这些都是假的，我都没有见过。我真正见过的，是老北京拜佛。就阿弥陀佛是一件非常严肃而庄严的事情，但你放在北京，放在我的姥爷，我们家族里唯一一个正统北京人的身上，我是听到过的。我每次去我姥爷家的时候，他在北京南城永定门外，我都能听到从门缝里传出那种唱佛机的声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先不说这个佛号啊，怎么一股子北京口音的味道？那高低是不是得是阿弥陀佛呀？不是，老爷您哪儿整的这唱佛机？那不是您自己录的吧？就这个唱佛机，你要放到哪个寺庙里头，你觉得能行吗？大雄宝殿那香客一进来，往那一跪，一抬头，左边烧着香，右边供着果，中间坐的不是一个宝相庄严的佛爷，是他妈一个老北京南城的大爷。我在那穿老北京比基尼，翘着二郎腿，哎呀，阿弥陀佛。万一我要当了总统，啊，我也在 DC。我也盖一庙，把林肯放一边去，我给放个大爷在那儿，也用这个北京的历史念一下这个美国总统的口号 ，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底下人都懵了，啊，在美国还要跪着干，什么东西要跪着干？我说哦，这就是我的 slogan， 我要让美国的中国人站起来，我们这些 H1 slave 每天跪着干，让美国 great again。最后，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来竞选美国总统，我是溥仪，我希望再当一次末代皇帝。好，谢谢大家。OK， 感谢小飞。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投票环节，3、2、1，请锁票。队长点评一下。
小飞就是上场之前还在疯狂的改稿，然后前半段就是非常顶，还是顶住了。对，然后后面就是时间还是有限，咱们就是前面是新写的，后面是旧的，就奇怪了。一佳老师不错不错，我觉得很喜欢很有意思啊，尤其我很喜欢你的结尾，我也很喜欢，长得还有点像溥仪啊。我今天来的时候就问每一个演员，我像溥仪吗？我像溥仪吗？你不光像溥仪，你还有点像我奶。那不叫一声？小飞特别好，因为我们平时线下经常一块演嘛，我就可以看到小飞的进化。因为你现在已经会用能量了，就是会用能量去顶，就是因为我也相信光了呀。对，就是前面开场的梗就是顶住了那个能量，就是效果就会更好，就是大家观感上会觉得啊，这个是有劲儿的，就是说会能带起来。OK， 那我们接下来要公布票数了，有请现在场上票数暂时最低的上阳王回到我们的现场。第二个演员红眼，我觉得哇，我没了，这种程度我比不了。3、2、1。我操！别这样，别这样。恭喜末代皇帝。OK， 感谢我们的上阳王。我没有想到他会被淘汰，我真没有想到。上可能比较意外，因为当时我们在观战间看的时候，觉得它的效果非常好，对，所以在投票出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观战间都挺惊讶的。确实有点没想到，因为我觉得这个稿件真的是很临时凑起来，但我觉得至少我是自己觉得非常喜欢。但是我可以理解，今天我是想用 gay 这个切角去讲一些两性相关的问题。但我觉得还是这些话都是我想说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分裂，我们应该有能力和机会去更多的倾听、更多的体会，跟他去相互了解。我觉得对我来说，喜剧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想要拿起麦克风说出你的笑话，快点加入你所在城市的中文脱口秀俱乐部。没有俱乐部没问题，欢迎关注 Crazy Love Comedy 拉风喜剧，并咨询线上公开课及读稿会。下一期超放脱口秀等你来见 ，Let's make crazy love。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脱口秀诗人 White 登场。会怎么样？我是想可能套之前一个我讲过一篇废话文学的稿子，我就想要讽刺一下领导，就是发言，领导人发言会有。这次然后又空那种感觉。这次2位总统候选人有一位特别爱讲废话，我就不说是谁了，好吧？哎，那可以，这个很 match， 我觉得。这篇稿子感觉很完整了，感觉就需要把开头接一下这个主题就可以了。好，不太需要改太多地方，感觉好。然后可能再加一点，因为之前写的时候不是按照这个来，我可能加一点，比如说美国的问题，什么枪支问题啊这种，可以。再对，把那个枪支问题也加进废话里面，感觉好像谈了枪支问题，但是又没有谈。对，好，我现在改一下。有请。大家好，我是 Poet。我今天来竞选美国总统。认识我的观众应该都认识我，不认识我的观众，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的名字叫 Poet， 它的拼法是 P as in P，O as in O，E as in E，T as in T，Poet。可能有人已经注意到了，我说话的方式比较独特。因为我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需要具备3种能力，分别是第1种、第2种，以及说正确的废话。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不细心的观众，我希望你们以后细心一点。所以我今天就来发表一下我今天要发表的内容。之前受到了其他领导人的启发，他那次启发了我的讲话，启发了我，于是我写下了这些我今天受到启发的要发表的内容。在我准备竞选的这段时间里呢，我准备竞选也有一段时间了啊。我说话的风格比较独特，具体体现在风格上的独特。一般人说话那都是一般人在说，但是我说话那自然是我在说啊。
需要说明，总统和副总统是有区别的。总统和副总统相比更像总统，那副总统和总统相比更像副总统。你如果当的是总统，那你当的就不是副总统。你如果当的是副总统，很好，因为我要当总统。有人说领导的本质是服务，但是我说领导的本质是本质。研究领导的本质为何这个问题，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关键的问题，找到关键的问题，我们才能研究问题的关键。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是关键的问题。但到底是先有问题的关键，还是先有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关键的问题的关键，也是问题的关键的问题。好。我们来聊聊失业问题啊！美国现在的失业率非常惊人啊，这个数值在0%到100%之间。在失业的人里面，每10个人里就有8个没有工作，而另外2个也没有工作。若要改善就业形势，我们需要先看清形势啊。形势有多种形式，我们要根据形势的形式谨慎行事啊。反正目前的情况就是你们看到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情况要看具体情况，以后是什么情况我们以后再看。毕竟我也只能看到当前的情况，我不可能知道我不知道的情况。所以听到这里，我相信没有人知道现在什么情况。记者问我说 ，What's your plan for these 4 years？ 我说 I plan to be 4 years older。记者问我说：“你周末一般怎么过？”我说：“我一般过周末。”时间是公平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今天。在你跟别人打招呼的时候，你可以说：“你也有今天啊。”这是一句正确但没有意义的问候语。难道有人没有今天吗？不过话又说回来，话被说回来了。有一句俗话说：“俗话说得好。”这是一句说得好的俗话。道理我都懂，可是为什么我懂道理？退1万步讲，我也是退了1万步才讲的。好的，说回正事啊，言归正传，正事是非常正式的，需要我们正视的正视这件正事。但我们需要注意，正视的正视这件正事是不容易正视的，是困难的。正是因为困难，所以我们需要正视。接下来聊聊枪支问题啊。多年的研究表明，枪支问题可以分为2个部分：枪支和问题啊。如果我们先解决了枪支，那我们就解决了问题；如果我们先解决了问题，那我们就没有了问题。解决枪支问题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共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have your questions。昨天傍晚，我在中央公园散步，看到了夕阳，突然感慨：夕阳无限好，只是无限好。这不禁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是洛阳亲友问的。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认为世界上有2种人，一种人认为不是。我有的时候会思考，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在为了什么呢？人生来思考人生，在人生中思考人生。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思考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曾经不说废话的，直到我开始说了。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既然你们不信，那我就不说了。不过我们说话还是要说清楚，因为话说得越清楚，话就越清楚。我今天讲到这里呢，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我已经讲到这里了。我今天之所以讲到这里，是因为我不想讲到那里。讲到这里，理解的人都已经理解了，不理解的人都以为自己理解了。所以不管你是理解了还是没理解，你都觉得自己理解了或者理解了。所以相信大家都理解了。如果你8成理解了，那么你有2成不理解。好的，以上就是我的演讲啊，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说明你们的品味果然是你们的品味。简而言之 ，long story long, short story short. Please vote for me. I will make comedy great again when comedy is great again. 谢谢大家，我是 Chloe， 谢谢。感谢 Point。现在又到了我们投票的时间，真的太棒了，这个太牛了，这个太棒了。这个看完浪费了5分钟啊，真是丢失了5分钟。我们还有最后3秒钟的时间，3、
2、1，请锁票。谢谢大家。这个太棒了，太厉害了！我一边听一边在想，就是 point 是怎么背下来的，我提词器都看不过来。哎，我觉得真的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刚刚卡尔在说我们浪费了5分钟的时间，确实你刚才的内容完全没有信息量，但是你就用这个没有信息量的东西又讽刺了现在美国总统的大选，我觉得非常牛。谢谢谢谢。对，他其实他不是通过内容来点题，他是通过这种表演形式来点题，觉得真的非常妙。Poet 最厉害的点就是他很有才华，就是他观察力啊什么都很好。这是一句废话。不 get 到了。这是一句真心话。很好很好，感谢 Poet 的表演，很棒，谢谢很棒，谢谢大家，印象深刻。感谢 Poet， 那我们现在也得有请我们票数暂时较低的小飞回到舞台。感觉现在就是6强的话，大家都很厉害，所以我就想尽可能把自己想演的演好，然后就把这篇稿子可以留在舞台上，然后后面要是能晋级的话，比较幸运就继续写，没有的话可能就到这儿了。3、2、1。Oh my god！ 我真的很喜欢，很棒。You are my favorite。OK， 谢谢我们的 Poet， 也有请我们的 Poet 暂时回到后台休息。有点遗憾吧，我觉得还是。其实之前我在西雅图的时候开放麦讲过一个类似的形式，中间是还加了很多贯口。但是在改稿的时候，就是编剧们有给一些意见说，因为毕竟还是脱口秀嘛，你在这展示贯口可能也不是一个，就不是在讲相声，对，所以就删掉了一些。小飞的朋友鼓掌，我看一下有多少。出去。不，我觉得舞台还是公平的。对，我们改稿的时候也提出了，就是我们尽量已经在缩短一些东西。你这个队长怎么改的稿？你怎么就没有给他提醒到呢？我给予我们演员更多的信任，给他更多信任，讲更多他们想说的。对，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它需要有惊喜的感觉，就是观众需要不断的有惊喜给到你，然后他才会更加的开心。就是说，一旦就是陷入同一个模式的话，确实是容易有影响。Poet 我看过他真的非常的努力，然后写东西特别的勤奋，他的稿子储备很多。或者很遗憾，但我觉得在我看来，有的人说最后他就整篇5分钟还几分钟讲同样东西，我说他能够把那个玩的那么透，在我看来是很优秀的。小飞本来想这篇稿子都是硬逼出来的，对啊，没了，一点都没有了。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全场最后一组的参赛队员，那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来自费城让人上瘾的垃圾食品登场。说实话，我觉得竞选总统咱们不一定要从特别大的方向去想，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小事。总统竞选队，我觉得离观众可能有点远。聊一些近点的事情，聊一些关系的事情，可能会跟大家生活相关一些，可能拉近一点。你觉得我们那个设定行吗？就是有一个学成下山的那个本子。我觉得这篇稿子可以，但是呢，我们把里面的段子换掉。那是对，我们把段子换掉，然后只用这里个人设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的底啊这些可能就得改一下。对，下山呢可能就是去就职。上一次对吧？啊，对，因为学成了嘛，学成了就下山应该就职。那我们可以在就职典礼上，比如说再出一些梗，这样子。可以。对，我觉得有点惊喜是垃圾食品，因为垃圾食品。上一轮我们复活赛去争夺那个名额的时候，垃圾食品其实特别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他那套段子其实在线下演过很多次，效果都非常好，但是那次可能是没有让观众进入一个看漫才的状态。有请垃圾食品。大家好，我是猫叔，我是汪仔，我们是垃圾食品。
今天呢，还是很感谢这么多观众来看我们的表演。对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因为我们这个组合也成立2周年了。没错我们是个漫才组合，漫才呢一般有一个正常人，还有一个怪人。笑什么？毛叔是这样啊，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拉什摩尔山啊？拉屎是这里能说的吗？不，这么脏不脏？是这样，我这个拉什摩尔山啊，是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山啊，又叫美国的总统山。哦，那个山我知道啊，就是上面有那个4个美国总统大脸，啪啪啪啪那个山。对对对，就那个山。我经常就在想，你说这个总统山要像咱这个古典武侠小说里面，什么青城山、峨眉山，它是个门派，该有多厉害？哦，那个总统山上应该会教一些总统的技能，对吧？就像培养那些大侠一样。对对对，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觉得这些美国总统啊，就应该先上山学习，等学成下山，再下来当一个好总统。我还挺想体验一下他们这种学成下山，当美国总统顶天立地的感觉，又当又立的感觉。顶天立地，什么又当又立啊？这样毛叔，你帮我来演一下，让我体验一下这种学成下山的感觉。可以啊，我演一下师傅，你演一下徒弟。我让你体验一下。可以，好。师傅，今日弟子学成下山，拯救美国，还望指导1、2。安全带系一下。你这是出租车师傅？你要那个拉面还是刀削？拉面师傅也不对。悟空救我！唐僧啊！你这最没用的师傅，你能不能好好演一下？不是这种师傅。对对对，重来一次嘛。师傅，今日弟子学成下山，拯救美国，最后指导1、2吧。既然你已学成，那么为师最后再考考你，也算是为你送终。送忠告。大喘气啊！宋仲基。送忠告，刚才说对了。让我来考考你的文法吧。可以。弟子定知无不言。定也会说话呀？你是什么乱七八糟？快问问题。下山以后，如果有民众给你竞选经费，你一定要报。我一定要报答他们。一定要报税。报税啊？那是应该报税。徒儿，自从你上山以后，一共游说了400人。这都有记录啊，师傅。你下山以后再多游说1人，就有我就有很多的支持者了。就有401K 啊。401K 可以帮你避税啊。你还是在说报税的问题啊？我下山是要当总统的不是去报税的。报税很重要啊！你看你大师兄下山以后偷税漏税，都快进局子了。是你徒弟，你教出来的。这样师傅，你好歹考考我的武功看看我的修炼成果是不是？那让为师来考一考你的竞选武功吧。可以。来，第一题。你的竞选誓师大会会办在哪里？誓师大会选择一个很适当的地方，可以增加我们的这个投票率。A. 体育馆。体育馆这个不错啊，又大人又多。B. 篮球馆。越说越小了。不过也凑合。C. 游泳馆。游泳馆，你让我在水里演讲，我换了泳装，谁还看我演讲？第二题吧。你的竞选标语是什么？一个好的标语可以凝聚人心。A. 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是祖师爷总统的标语啊，被挪用了啊。B. Just do it。这是耐克的广告吧？跟竞选有什么关系啊 ？C. 满足你的中国味。我要的是竞选平台，不是外卖平台。第三题，你的竞选广告会在哪里投放呢？竞选广告也很重要，拉选票的重要环节。A. YouTube。这个平台流量大，而且有些竞选广告不能跳过，很好。B. 小红书。谁会投美国大选在小红书上？那小红书的评论区比美国大选总统辩论还精彩。C. 咚咚咚 Pornhub。这是什么网站？那选民们正看得高兴呢，突然出现一个的脸，谁还有兴趣看得下去？第四题，你的竞选活动要找什么金主？对，竞选特别费钱，有一个可靠的金主事半功倍。A. 马斯克。世界首富很有钱，可以。B. 马化腾。马化腾虽然有钱，我总不能让他微信支付吧？整天微我50跟杀猪盘似的。C. 马保国。
马保国是什么人啊？哦，他是让竞争对手好自为之吗？第5题，给普通民众寄信募捐的时候，你会写什么内容？哎，小额捐款也非常的重要，这个信得好好写一下。A， 你的邻居已经给了50。哦，这个用选民的从众心理很不错。B， 你的邻居已经给了5毛。5毛啊？5毛有什么用啊？还不够看开放麦的呢。C， 你的邻居已经告了5人。告5人啊？我的邻居为什么要告5人去啊？你的邻居说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啊，我们一起去太空找马斯克要钱。又绕回来了，你唱的啥呀？这样吧，为师已经决定你功力大成了，还差那么一点儿。师傅现在教你本门的秘籍啊，就职典礼安保手册。你这个秘籍，名字有一点直白了吧？但是就职典礼安保确实很重要。哦，对对对，非常的重要。对，这对总统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你这是什么口音啊？生孩子啊，人身安全，人身安全啊。那我们来核对一下这个总统的安保措施吧。哦，可以。你来客串一下特勤队员，判断一下今天安保的安排是否合理。非常好，列队。收到。今天的就职典礼非常重要，检查一下你的装备有没有带齐。哦，好的。你穿上了防弹头盔，穿上了防弹背心，穿上了防弹丝袜。防弹丝袜是什么东西啊？防色狼的吧？你核对了时间，下午3点钟。核对了地点，哦，时代广场。核对了目标银行 ，Chase Bank。我是去抢银行，我是来保护美国总统的。为了避免干扰你点掉了微信提示点掉了发现上面的红点点掉了朋友圈给你点赞的提醒。我这个强迫症有点太细节了吧？好，你的装备全部带齐了，现在总统即将到位。非常好，全副武装。总统的车辆缓慢开进国会山，行注目礼。好。当当当当当当当，总统的车辆缓慢开出国会山。开过了呀。当当当。他应该下车来演讲，开过去。重来一次吧。重来一下。总统的车辆缓慢开进国会山，行注目礼。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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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总统啊，从2头来的呀。再一个总统重来。一个总统。总统的车辆缓慢开进国会山，行注目礼。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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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车飞起来了，上天了呀！总统的车越飞越高向白宫飞去总统捋了捋自己的长发，俯视着欢呼的人群，他看着了一位扎着马尾辫的特勤队员是30岁的他自己。你这怎么有点感人啊？不对啊，你这个是庞博在比赛上的段子吧？你抄了人家，够了吧？谢谢大家。OK， 现在到了我们观众的投票时间，最后的3强今天马上就要角逐出来了，请大家赶快锁票，谢谢大家。3、2、1，请锁票，感谢。太不容易了，临时漫才创作真的太难了，朋友。你们这个段子是真的是刚写的，全新，大概有30%是旧的。来，我们掌声送给真的现场创作的，天哪，好棒，好棒，很棒，很棒，很棒。哎，我觉得那个情景感特别强，哎，就是2个人搭配啊，就是有一种看个小剧一样的感觉。还是时间比较赶，因为确实是想呈现一个完整的漫才作品，因为。我们比单口演员要多一层，就是相互打架的过程。对，这个要多一些。对，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多打对方一些。其实我想问一下那个观众，就是说最后这个结尾，不知道有没有 get 到，就是我们是最后选择了一位女总统，她是一个长发的形象，看到了自己30岁的一个回顾，是这么一个设计。对。不管怎么样，我们肯定有一个人进决赛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宣布今天本场的最后一次票数，我们还是有请小飞先回到场上。我觉得我们也是演出了这个稿子的80%，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稿子确实就是很临时的、很紧迫的把它写出来了。3、2、1。
OK， 也是恭喜我们小飞。那我们现在场上有3位选手是成功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就是宏宇、赵世勇和小飞。我要告你！哎呀，好写稿，好写稿。我操！好远，好写稿，一起。好棒，感谢我们的垃圾食品。可以休息了。他每天要接很多电话，就是甚至在那个有的时候录制的中途呀之类的，都有可能在需要接电话。我喜剧这个东西还是做起来很开心，虽然很累，但我觉得这2周是创作上面就是说非常开心的2个周。对，就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忙去改稿、去出梗，然后去写段子。其实大家私下没有很强烈的去竞争，因为都在互帮互助。对。就确实感觉是这样，大家来一起团建，然后一起为一个目标努力。是，如果有下一次节目，可能我还是会来参加吧。那请我们3位晋级的选手现在站在舞台的中间。就是我们刚才好像一直在吐槽小飞，但是小飞也花了很多努力，掌声再次送给小飞。那我们接下来要晋级到下一轮的就是我们的小飞、宏宇还有赵世勇。我期待的2位选手，其实我们把很大的信心都放在了 Poet 和垃圾食品身上，但是确实没有想到小飞又擦进了决赛。上没有进前3是因为现场观众，因为他讲的尺度其实很大，你像有一些比较露骨的东西，大家其实尤其是中国人会本能的往回缩。很多我觉得不应该走的选手走了。我知道有人会觉得我想上价值，但脱口秀如果不上价值，那跟网络屎尿屁段子有什么区别？我觉得 Poet 和垃圾食品，我觉得都有点遗憾吧。Poet 其实他那篇稿，他是一直在玩文字游戏嘛，其实从创作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写的一篇稿。可能就还是追求就是梗的硬和脆吧，还是要多试多打磨，对，不能就是自己拍脑门乱写，对。我觉得像杨王的表演是很好的，对，但是就很遗憾，就这种东西，我觉得喜剧本来也就是个人审美。其实我觉得 Poet 也稍微有点遗憾，对，但他这个就是我觉得没人能写出他这样的稿子，但是就恰好来的是不喜欢他这种风格的观众，就很倒霉。最终的 MVP 争夺，下期更精彩。我们的2位小飞。我有个 dream， 就是我要去整容，要整一整我这个秃嘴，我有点影响我的颜值了。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一笑啊，我可以只露牙龈。怎么说呢？突出一个无耻。我是一个成都人，然后我发现大家对成都都有个刻板印象，就成都 gay 多。我必须给大家澄清一下，是真的。就怎么说呢？成都 gay 多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成都对 gay 非常的包容。我爸也是一个成都人。我听到有传闻，说我们成都2个男的里面有1个就是 gay。我跟赵世勇刚好都是成都人，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你们应该都能猜到啊，他是骗婚的。请大家积极投票，我们今天的 MVP 最终谁会夺得，由我们在场的所有观众来决定。